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清欢，我已经为你放下了所有，可你为什么没来？你后悔了吗？喂，清欢，你在哪儿？跑了吗？妈着火了！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啊？我刚听到动静，我怕那个贱人又做了什么幺蛾子，所以就过去一看，发现杂物间着火了。这不会是闹出什么人命了吧？万一被发现，念念意外着火，你慌什么？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妈，你说的，只有雪清欢死，叶泽远才能沈入。不光是雪家的家产才能彻底属于我们女儿，上清欢身孕，也心心念念的男人把这泽远。好看吗？好看。我说的是话。我说的是，清欢，你愿意和我一起走吗？差不多死透了，报警吧。喂，是消防员吗？我家着火了，赶紧来救火呀！快，假装去救人。快来人呐！着火了！泽远，清欢，清欢，清欢，你哥哥别难过，我一定拼死救姐姐。放开我！月月，清欢，清欢。小远，你告诉念念是月，我已经失去一个女儿了，我不能再失去念念。清欢，清欢，家属止步。厉总，我已经扑灭，并没有发现清欢小姐的尸体。继续找。患者头部受伤严重，有可能几个小时后就能醒，也有可能变成植物人。总之，一切要看病人自己的意志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。拿来！哭什么哭？我看见你哭我就烦死！你什么时候才能跟你妹妹一样，知道讨许叔叔欢心啊？我看见你这个倒霉相我就来气，跟你那个讨债鬼也一样。小川哥哥不要哭，我帮你吹一吹就不疼了。好了，以后我会保护你的。你醒了？你是谁？你不认识我了？我叫顾志川，是你的好朋友。这是医院，我怎么会在这儿？你刚才经历了一场大火，受了伤。我找到你的时候，你已经昏迷了，我就送你来了医院。大火！哎，想不起来就先别想了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我去找医生过来。那家人甚至都没有竭尽全力照顾你，或许对于他们来说，我们消失在这世上才是最完美的结局吧。谢谢你特地带我来这转这么多天，可我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。
想不起来也没有关系。要是我一辈子都想不起来呢？那我就照顾你一辈子。3年了，你到底在哪儿？厉哥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伯父让我跟你一块儿回国。我看今天外面快下雨了，要不今天你留在这看店，这单我去送吧。啊，看店这么无聊的事儿，我看还是比较适合你。我看你是想趁机偷溜出去摸鱼吧你。路上慢点啊。我在国外上学这2年，多亏厉哥哥照顾我，我爸妈特意交代我，回头一定要请厉哥哥好好吃顿饭。厉哥哥，我同学他们都很羡慕我，他们说啊，在国外能有你相依为命，真好。你是他妹妹，她不在了，我理所应当替她关心你。只是因为姐姐吗？厉哥哥，你明明知道我有多么喜别欢你。闹危险！我不。哎。I close my eyes， 你就会出现。I need your love， 留在我世界，一切是不是错觉？清欢，哎，你放开我！你确定我了？没有死，你回来找我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对我拉拉扯扯，我可去报警了。清欢，我是泽远啊。什么清欢？我看你是想明目张胆的拿我寻欢。听清楚了，我叫苏90。大哥，你眼睛不好就去眼镜店配副眼镜好不好？光天化日，大庭广众的，真是不要脸。完了完了，我的花呀！许清欢那个怂包，说话都不敢太大声，和这个女人确实不太像。苏90，干嘛那么看着我？想搭讪啊？我是想问问苏小姐有没有哪里受伤。我身强力壮，皮糙肉厚的，只是这花娇贵。赔钱吧，688。难道真是我认错了？倒霉玩意！不对，这世界上不可能有2个。苏小姐，为了赔罪，我可以送你回家吗？你该不会是对我有非分之想吧？你看我像那种人吗？厉哥哥，厉哥哥，出租车！苏小姐家住哪儿？城南枫叶路。好，那边有一家法餐的芝士焗龙虾很好吃，苏小姐吃过。清欢对龙虾过敏，你呢？那家店一顿饭就能抵我1个月的饭钱，我去不起。哦，这样，那家焗龙虾很好吃，今天正好过去，要不苏小姐赏个脸，就当是赔罪了。不用那么客气，你送我回家就行。别动，有这种子。我记得清欢这里有一颗红痣。怎么没有？什么？没事儿，飞走了。哎，就是这儿了。谢谢啊。我回来了。你看着点店，我得出去一趟。好。你到底是谁？顾念你。顾之川？干什么？放手！老实交代，他是不是许清欢？你不是都已经知道了吗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
那他为什么自称是苏九龄？看来他还不确定九龄就是清欢。为了清欢的安全，我得守住这个秘密。苏九龄的确和清欢长得很像，但他是我工作时候认识的同事。后来他辞职了，我们一起合伙开了这家店。你也知道，我暗恋许清欢那么多年，现在他死了，至少我还能和他在一起。玩替身文学是吧？你真是可怜又可恨。你最好是没有撒谎。不管你是苏九龄还是许清欢，胆敢再跟我抢易泽远，不介意再杀你一次。原来是你把他藏起来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该不会是觉得我刚才在讹你吧？我只是想来订束花，帮我送到这个地址，顺便在花里附上一张卡片。卡片什么内容？简单的祝福就好。署名清欢吧。没问题，明天见。清欢，你可以狠心不认我的家人。子远，欢迎回国，大展宏图啊！谢谢许叔。念念这孩子一大早就在厨房里忙活了，非说是亲自下厨才有诚意。这一桌子菜呀，也不知道合不合你胃口。是啊，李哥哥，这一桌子都是我为你做的，来，你快尝尝看。咱们念念啊，真是越来越能干了。看来在国外这几年啊，成长了不少。哪里？念念跟我说呀，在国外这几年都是泽远对她照顾有加。来，这一杯，阿姨替念念谢谢你。念念是清欢妹妹，我照顾她理所应当。泽远，妈知道你很喜欢清欢，我和你父亲又何尝不是呢？但清欢已经走了这么久了，泽远，你也是时候该放下了。妈，我不可能放下。哼，那妈也就直说了吧。你和念念也是青梅竹马一起长大的，我觉得念念这孩子也很不错。妈就是希望你们能够尽快结婚。我只是把她当做妹妹。你父亲也是这个意思呀。妈，如果你和我爸真这么喜欢你，可以把她当做干女，并不是逼她和一个不爱她的人结婚。你说是吧？李伯母，我知道李哥哥还放不下姐姐，但我更不想让她为难。就算不能嫁进李家也没关系，我还是会好好孝敬您跟李伯父的。哎，念念，请问许先生在吗？请问许先生在吗？请问许先生在吗？什么事啊？这是许清欢给您送的花。哦，真香啊！我宝贝女儿现在也知道变着法儿哄老爸开心呢。许总，你好像跳戏了。是吗？清欢，这位叔叔，您认错人了吧？我叫苏九龄。哎，许叔叔啊，虽然他跟姐姐长得是有几分相似，不过他就只是个卖花的。这花是送给许叔的。哎，李哥哥有心啦，还给许叔叔特意订了花，我这个做女儿的都自愧不如呢。这贺卡上写着祝您啊喜乐安康，万事顺意。当年一把火没把你烧死，没想到今天你自己找上门来。泽远，你还真是有心啊！替清欢做事是我应该的。好孩子，快过来！清欢，你看看爸爸。孩子，快过来！爸爸，叔叔，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康哥，我去城北华府送的订单，中午就不用等我吃饭了。
李泽远，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他？好孩子，我能抱抱你吗？哎呀，不只是许叔叔，厉哥哥看着也很面善吧？苏小姐，你是不是看着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很面善？念念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说他也是？那天在大街上，他好像是计划好的一个，突然就摔倒在厉哥哥车前。不信你可以问问厉哥。泽远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只是意外而已啊。我算是听明白，你这是拐着弯的说我碰瓷是吧？你那天出门的时候没戴眼镜吗？明明是他开车不看路撞的我。你再胡说八道试试！哎，我是真搞不懂你们这些有钱人了，一个一个的穿的是人模狗样，怎么做错了事情还能理直气壮的颠倒是非啊？再说了，他那天就赔了我一束花钱，我苏90就算是要碰瓷，也不至于折这么点吧？再装大无常，羞羞打你！好了，念念，别为这种人失了体面。他要是真碰瓷也就算了，能要几个钱？怕就怕……说下去。当年媒体大肆报道，泽远和清欢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，谁不知道？现在整容技术这么发达，泽远，你还真是要多留个心眼。敢冒充清欢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！顾阿姨，我劝你还是不要空口无凭诬陷他。我的意思是，像这种居心叵测的，咱们还是少接触。毕竟当年清欢走后，有多少人来咱们许家，想要冒名顶替他的身份？我又怎么知道这位姑娘没有这种心思？毕竟模仿个字迹也不是什么难事。许叔，清欢一定还活着。他的死亡证明，当年我们都看过。泽远，我知道你放不下清欢，但是我们都应该接受现实。许先生，清欢小姐的确死于火灾。许叔叔，够了！你们都少说几句吧。死者为大，这位姑娘，你既然说你不是清欢，那你为什么要顶着我女儿的脸？你是想取而代之吗？你女儿的脸啊！我稀罕到你女儿啊！本来我进来看见你还挺面善，又觉得你有点熟悉，没想到你也是不分黑白的主。我说错了吧？可是我一个外人我都看出来，您家这两位不就是俩绿茶吗？一唱一和，有模有样，把您忽悠的还够呛。我要是你们说的什么许清欢呀，有你这样人云亦云的爹，我不如一头撞死算了。你一个没有教养的东西！你这样还敢冒充清欢？我今天教训教训你！哎呀，别为这种人气坏了身体。是，这种人怎么可能会是姐姐？不知廉耻的东西！泽远，赶紧把这个泼妇给我赶出去！苏小姐今天只是接了我的订单，过来送花而已。况且她……你还嫌不够乱吗？苏小姐，抱歉。没事，我也该走。一家子睁眼瞎，真是鲜花插在牛粪上。您还是好好管教管教自己的女儿吧。什么人啊！苏小姐，你怎么那么不小心？顾小姐，故意伸脚把别人绊倒，很好玩吗？这才是故意吧？你敢打我？苏九龄，你少在这里污蔑我！你故意装成姐姐的模样，不就是想借此上位，好爬上厉哥哥的床，从此麻雀变凤凰？爬上什么？谁是麻雀，谁是凤凰？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是吧？我今天非得给你点颜色瞧瞧！你放开我！你疯了！你说我想爬上男人床，其实是你想爬上男人床很久了吧？好了，放给我！你快看啊，他就是个疯子！泽远，这种来历不明、心思歹毒的野丫头，我绝对不会允许她进我们厉家的大门。苏小姐，我女儿只不过和你发生了几句口角，你有的时候动手打人吗？那我应该怎么样？就让他大放厥词吗？你是他妈，我可不是。什么人啊，都是。抱歉，苏小姐是我带来的，扫了大家的兴，告辞。
如果你是清欢，为何刚才会对许叔那般态度？如果你不是，为何顾志川偏偏要将你藏起来？如果可以，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。你跟着我干嘛？苏小姐，有没有哪里受伤？没事儿，就当今天出门没看黄历被疯狗咬了。这是清欢的手帕。喝点水吧。谢谢。你怎么了？你跟我走。既然你没能藏住他，那就让我这个做妈的再亲手送他上一次路。这世上真有这么多巧合吗？我画好了，别说还挺合身。厉先生，厉先生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哦，天冷了，你头发湿着，容易感冒。没事儿，我身体可好了。他对谁都这么温柔吗？再不吹干，真的要感冒了。你怎么对这里这么熟悉？碰巧而已，女孩子的东西不都放这几个地方吗？我来吧。不用，我自己可以。没事儿。今天的事实在抱歉，我送你回家吧。这样会不会不太方便？你要是拒绝我，我会认为你还在生我的气。我没那个意思。那就走吧。他怎么会知道车库的位置？顾之川。喂，帮我办件事。清欢可能还活着，你过来取样东西，去做个鉴定。厉总，您会不会弄错了？我相信我的直觉。知道了。我做了点甜点，给你尝尝。我不吃甜点。反应不错嘛，能保护好自己了。还不是顾师傅您教导有方。哎，今天怎么这么晚回家？你别提了，我今天都晦气死了。我早上去送花，就是上次差点撞到我那俩。我一进他们家门，一家子神经病。刚开始非得认我是他们女儿，后面又骂我是个冒牌货。不能再让清欢接触到了，万一想起点什么，也成梦多。川哥，啊，想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。无论什么时候都要保护好自己啊。清欢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，
这一次我一定会守住。是他最喜欢的树。请，苏小姐，厉先生又是来买花的吗？艺术小雏菊，苏小姐应该很喜欢吧？你原来就认识我吗？好像很了解我一样。碰巧罢了。清欢，好像这样的你，要比从前更快乐。厉总 ，DNA 鉴定的是有结果了。检查结果如何？相似度不符，他们不是同一个人。厉总，您该放下了。厉先生，你怎么了？眼里结沙子了。我帮你吹一下。我多希望你是清欢，哪怕只有片刻。抱歉，苏小姐。清欢，你去哪了？你别丢下我。泽远，你怎么喝了这么多？泽远，泽远。清欢，我知道你不会抛下我。你喝醉了，我送你回家吧。走。好，我们回家。回家。厉哥哥，这么多年，你应该知道我有多喜欢你。为什么你的眼里只有许清欢？你看看我好不好？苏九龄，是清欢安排你来到我身边的吗？就算是苏九龄，不是许清欢也可以吗？别离开我！这可是你说的。既然我得不到你的心，那就等生米煮成熟饭，你也只能娶我。清欢，别走！喂，我妈让你办的事呢，我要你立刻马上把那个贱人给我杀掉！这母女俩又在搞什么鬼？怎么是许清欢？不行，我得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。喂，站住！九龄，坚持住，你不能有事。你是你，他是他，我不能把你们俩混为一谈，这样对谁都不公平。以后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。李总，苏小姐出车祸了。什么？对不起，是我没保护好你。等我找到肇事者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他。能不能走出这胶片？太远，等等我。空荡的房间，只塞不下思念。
对空气诉说了一切，拼凑着两个人的地点。秦欢，我在，我一直都在，别害怕，秦欢。我的好儿子，好久不见呢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来看你啊！他们让你干的。你轻点，怎么跟你老子说话？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少在这装傻！你别以为你生了我就不敢动你。我就是开车路过，那姑娘自己走路不长眼。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敢伤害苏九龄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苏九龄？哦，我说我家户口本上怎么多出来一页，莫名其妙冒出来一个什么苏九龄。小川儿，你就别跟老爸虚张声势。这苏九龄啊，就是许清欢吧？这苏九龄啊，就是许清欢吧？知道又怎么样？你最好把嘴给我闭严实。想要我保密？好啊，给我100万，否则我可不敢保证不会说漏嘴啊。你又去赌？我的事儿你少管，拿钱来。真是狗改不了吃屎。苏延胜，你的这些阴险手段我早就看透了。我警告你，别动他，否则肇事逃逸，我不介意起诉，把你送进监狱。你这个不孝子！阿远，我好想吃橘子罐头。阿远，我好难受。给，吃了这个橘子罐头就好了。罐头，好，我这就给你买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混蛋！为什么要藏他这么多年？厉泽远，你有病啊！我在他店门口见到你的时候，我就应该好好教训教训你。教训我？喂，苏九龄吗？你是他什么人？他不是苏九龄，他就是清欢。他在病房里还叫我阿远，还说要吃橘子罐头。这都是清欢的习惯，你还要怎样解释啊？解释？大人哄小孩的把戏不是全国通用吗？你自诩那么爱他，这就分不清了。厉泽远，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没错，他死了，我就找了个他的替身。无耻！我是无耻，但总好过你心口不一虚伪。许清欢的心我得不到，但是苏九龄，我不会放过他。清欢，你不能再记起来更多了，我都是为了你好。你的意思是他的记忆正在慢慢恢复？是的，夫人，最近还有一件奇怪的事，之前有个陪他来的男人，瘦瘦高高的那个，他问我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延缓记忆恢复，可他看起来对那个女孩很好。不该问的别问，学会管住自己的嘴。这个帮我转交给他。夫人，这……你照做就是。只有死人才能停止回忆，许清欢，留给你的时间不多了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一辈子做我的苏九龄吗？病人下午还需要做个脑部 CT， 家属别忘了。好。你醒了？川哥，怎么是你？那你希望是谁？我昨晚去接你，没想到你出了车祸，怎么样？头还疼吗？我给你拿个罐头吃。川哥，
我小时候是不是送过你一条手链？这是我送你的手链。他到底想起来了多少？有这么回事？我想看看。这么久没戴，恐怕是生锈了。等我回去再给你找找看。好。罐头没营养，吃点新鲜水果。你管人家想吃什么？这什么地儿？刚刚呢，给您升级了特护病房，比较安静。不用这么麻烦，我伤的又不重，我还想早些回去看店。安心养伤，店里的花儿我全包了。店里的事我会照看的，不需要一个外人插手。我不是外人。你不是外人是什么？我是他哥。那你最好一辈子是他哥。谢谢你的好意，不过我们只是普通朋友，不好这么麻烦你。我们也可以是好朋友吧，不麻烦。我有些累了，想休息会儿。川哥，你也先回去吧。好，走吧，好朋友。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。宋延生，这个废物，我就知道他没用。谁又惹你了？发这么大火？妈，都是那个贱蹄子，次次坏我好事。你说厉哥哥看上他怎么办啊？你知道你厉哥哥喜欢的人是谁？贱，凭什么厉哥哥对你那么温柔？哼，他都没有正眼看我。他是我的。你想干嘛？苏小姐，我只是想给你削个水果。我听说你出车祸了，我怕厉哥哥担心，就带他来看看你。他白天已经来过了，我好得很，不用你关心。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那天确实是我不对，我只是太爱他了，我好害怕会失去他，一时冲动苏小姐和姐姐长得太像了，这不能怪厉哥哥，有时候连我都分不清，把你当做姐姐的替身。我和厉哥哥一样，实在是太爱姐姐了。为了救姐姐，我的手被烧成了这样。我已经失去姐姐了，不能再失去厉哥哥。没人想跟你抢他。再说厉泽远也不是物品。可是厉哥哥对你很特殊，他明知道你不是姐姐，可他还是……如果你是来为他当说客的，那你可以走了。我也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厉哥哥把对于姐姐的感情放在你身上，这对你们来说都不公平。收起你的虚情假意吧，无论是你还是他，都与我无关。我希望从今天开始，你们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。你还不走？我好心送厉总回家，这都不请我进来喝杯茶吗？还想着打一架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已经把90当做清欢的替身了？我和他的事不用你操心。看来是我记错了。90，你突然问我要手链，是不是最近想起了什么？没事。90，如果这辈子你都记不起以前的事了，我等了你3年。其实你知道我心意的。我原以为继续等下去，我们就能顺理成章的回到以前的生活，但现在我反悔了，我不想再等。
睡在你身边和我们在一起吧。川哥，或许在我失忆之前，我们确实是恋人。可是经过这3年的相处，你对我而言，更像是兄长，而不是爱人。那我们抛弃一切，以恋人的身份重新开始，好吗？对不起啊，我想我还没有准备好。李泽远，你就不该再出现。哎，奇怪，我明明看见小川跑进了这家医院，怎么一下就不见了？哎呦，念念家别墅区我进不去，再找不着小川，那帮要债的非得砍了我的手。他怎么在这儿？是你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！哎，臭丫头，你给我站住！别怕，是我。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来找你，顺便接了个工作电话。怎么了？躲谁呢？别走了，我看到你了。那天就是他撞的我。小川把你藏的可真好啊！哼，出来吧，死丫头，叔叔带你去见个老朋友。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有点腿软。别怕，没事了。你身上有一种让人觉得安心的味道。是吗？我怎么闻不到？只有我闻得到。厉先生，你身上有一种好熟悉的味道。我可能是产生错觉了。这段时间你们老是把我当成另一个人，现在导致我自己也产生了幻觉。现在我能分得清楚，你就是你，苏九龄。毕竟清欢没有你这么大力气。那他怎么办？先留着，等他醒来，我还有话要问他。夫人，厉总让我把苏颜圣先软禁起来，以防万一。您看我们要不要做些什么？处理干净。好。你谁呀？你们干嘛？这2天都有得罪啊，这些都是许夫人让我带给你的。许夫人？哦，哎呀，原来都是自家弟兄。没事没事啊，这就叫不打不相识，不打不相识。哎呀，这婆娘，你看，改嫁了，还是忘不了我啊。那他有没有让你给我带什么话？夫人说，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。厉总，苏元胜死了。一个大活人在你眼皮子底下就死了？应该是有人在他的饭菜里下了毒。我过去的时候，人已经死了。顾念念，你竟然连你亲爹都不放过！阿远，带我走好不好？好，我们
一起去法国念书。我怎么会做这种梦？我居然和厉泽月，这梦也太真实了吧，就好像经历过的一样。难道我喜欢上他了？给你定制的。转动上面的宝石，能一键报警，还能分享实时位置。收好了。谢谢。还有他们，以后会全天候守护你的安全。啊？有我在，用不着你操心。90出事的时候，你人在哪？出事？你出什么事了？怎么没告诉我？没什么，就是我昨天在医院又碰到那个肇事者了，他好像还想对我动手，不过幸好碰见了厉先生救了我。什么？喂，是顾志川先生吗？我们是城南警察局，我们接到报案，您父亲苏延胜去世了。怎么了？我有点急事，先出去一下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家。谢谢厉先生，我就是一普通人，这样会不会太夸张了？我有这个就够了。那，听你的。厉先生帮了我这么多，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。不如请我喝杯咖啡。走吧。尝尝吧，这是我们店最好喝的咖啡。那我可得好好尝尝啊！啊，等一下，加上这个才是精华。能不能走出这照片？对我说就等了，抱歉。空荡的房间，却塞不下思念。明明你就是清欢，可为什么那份 DNA 报告却……叫我来干嘛？我很忙的。顾念念，杀人是要偿命的。顾志川，你给我放手！你是想杀了我吗？这老头的死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不是你，还能是谁？顾志川，现在简直像条疯狗！我没做过的事情，别往我脑袋上扣。我像疯狗？我发疯都是你们逼的！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最好给我说清楚。别给我动弹！你别以为你干的那些丑事我都不知道。知道又怎样？心疼了？我告诉你，我不管他到底是谁，你最好把他给我看住了，别让他靠近他不该靠近的人。哼！你哥下手怎么这么狠？他以前可是半天憋不住个屁，他现在就是条疯狗。还有那个厉泽宇，居然派了2个保镖去保护苏90。哼，我真是小瞧了他勾引人的本事。妈，他可比许清欢难对付多了，得想个办法永绝后患。小的不好对付，老的可摸不清。糟了，90，他刚刚叫我什么？啊！你怎么来了？你没事，你没事就好。怎么了？
怎么还哭了？我以为你出事了。大白天的，我能有什么事儿？我给你的手链呢？刚才浇花的时候不小心掉水里了。手链，我带回去修一下，再给你送过来。之前的事只是意外，厉先生会不会太紧张了？但愿是我想多了。说的是啊，爸，徐叔，上班时间你到哪里去了？去见了个朋友。朋友？什么人都是你朋友？爸，他，你是越来越不像话了！你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和那个冒牌货马上断绝联系。爸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尊重人？他不是什么冒牌货，他叫苏九龄。没什么事，我先走了。你给我站住！泽远，我知道你对清欢一往情深，但是事情都过了这么几年了，咱们都该面对现实，你说呢？是好是坏，我自有判断。徐叔，您最好还是多注意一下别有用心的身边人才。你怎么和长辈说话的？你马上给许叔道歉！我只是陈述事实而已。今天是念念的生日，下班后你跟我一起去许叔家。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谢谢。一眨眼，念念都25岁了，是时候把婚事定下来了。是啊，今年你和念念努力，明年肯定生个大胖小子。既然您这么喜欢小孩，不如和我爸努力生个2胎。臭小子，怎么说话的？妈是盼着你和念念能够早点结婚。那您就死了这条心吧，我这辈子都不会跟他结婚的。哎呀，伯父伯母啊，你们不要给我们这么大压力嘛，我们还年轻，不着急。还是念念懂事。既然念念这么乖巧懂事，当哥哥的可得给我这个好妹妹准备一份大礼。谢谢李哥哥。泽远送你什么了？啊，没事，厉哥哥给我的惊喜太大了，我有点慌张。我衣服不小心弄湿了，我上楼换件衣服。失陪一下。烧吧，我还有很多。厉哥哥，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苏延盛死因松花粉过敏，顾念念，他可是你亲爹，你心可真够黑的。我没有，他的死跟我没任何关系。苏延盛在外面借了很多赌债，他找我要钱，我不肯给。是吗？真的，我在外面连只蚂蚁都不敢踩，我怎么可能杀人？顾之川，顾之川，肯定是他。我妈妈好久没跟他们联系了，他在外面受不了，帮他还赌债，所以就痛下杀手。是他，肯定是他，一定是他。是吗？手链修好了，厉总让我给您送过来。谢谢。小巷里的那俩保镖也是厉泽远找来的吧？啊，我不上那。他这么谨慎，不知道是真心想保护你，还是想弥补当年他亏欠许清欢的那份愧疚感。什么？暧昧让人受尽委屈，你就是你，找不到相爱的证据，何时该前进，何时该放弃。厉泽远，周末有空吗？
最近店里很忙。我们公司开了一个旅游项目，要不要去试一下？我对旅游不感兴趣，厉总还是另找他人吧。怎么了？心情不好？巷子口那2个保镖是你安排的吧？我都说了我不需要。这个也还给你。我只是想保护你。是吗？你是想保护我，还是想保护许清欢的替身？可你就是清欢。啊！烫到了，怎么这么不小心？你这2天心不在焉的，和厉泽远吵架了？要不我陪你出去散散心？不想去。那就当是你陪我吧。我知道你喜欢他，但厉家家境复杂，我不希望你淌这滩浑水。更何况，连他自己也分不清对你的情感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能不能回头看看我，给我们一个机会？你和泽远怎么样了？还不是老样子。你怎么这么没出息，连个冒牌货都比不上？他不喜欢我，我能怎么办？喜不喜欢重要吗？软的不行，就来硬的。怀上了孩子，有了名分，比什么都重要。我都给你安排好了，这次泽远出差，你陪着他。谢谢妈。厉哥哥，你等等我，听说金角那家餐厅特别好吃，你等会儿陪我一起去好不好？我没胃口，你自己去。厉哥哥。清欢，这些年究竟发生了什么，让你把曾经忘得一干二净？就算你想不起来也没关系，我会一直等到你想起来的那一天。清欢。好巧啊，今晚的月色很美。这里应该没人吧？哎，我是来道歉的，对不起。我承认我之前总是混淆你和清欢，但你是你，他是他，你们不一样。对不起，我身体有点不舒服，没有别的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喜不喜欢重要吗？软的不行，就来硬的。怀上了孩子，有了名分，比什么都重要。过来，把这个酒给厉先生，就说是苏九龄送的。好的，女士。你想干嘛？我的好哥哥，下药啊！你不是喜欢苏九龄吗？只要我和厉泽远在一起了，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？酒有问题，不对，九龄为什么要给我下药？川哥，我想回去了。玩得不开心吗？这里没什么好玩的，而且我也觉得我有点不舒服。好，休息一晚，我们明天回去。
I'm not good enough. Why did I say it? Don't look at my face. I try to hide it. 你怎么这么主动？不喜欢吗？喜欢。烈哥哥，你轻点，我怕疼。烈哥哥，不对，他不会这样叫我。滚！烈哥哥，烈所远。又是梦吗？厉泽远，如果是梦，那就放纵一次。清欢，厉泽远，你看清楚我是谁？你是许清欢。我不是许清欢，我是苏九龄。厉先生，请你自重。苏九龄，想一想，你只不过是个替身罢了。既然你醒了，就回去吧。昨晚，对不起。昨晚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，你不用跟我说对不起。可你为什么把我推给顾念念？我什么时候把你推给顾念念了？昨晚你给我下完药，顾念念转头就进了我的房间。下药？厉泽远，我在你眼里就是这样的人是吗？原来你昨晚是因为下了药，所以才来找我。不是，九龄，你厉先生如果还不走的话，那我走。等等，放开！厉泽远，你给我听清楚，我苏九龄行得端坐得正，下药这种勾当我做不出来。还有，我和顾念念关系也没好到这份上，可以把你送到他的床上去。呀，苏九龄，真是不要脸，顶着这张脸爬上厉哥哥的床。就算是当替身，你也心甘情愿吗？当替身是顾小姐的爱好吧？厉哥哥，放开！顾念念，我是不是太放纵你了？你这么凶，我害怕。你昨晚为什么在我房间？是苏九龄，她说她想成全我们。最好是这样。许清欢要跟我抢，你也要跟我抢。苏九龄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也配跟我抢男人？我的全部都是我的！我爱上的东西，谁也别想跟我抢！清欢，我总觉得你离我近在咫尺，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你，可唯独那份检查报告，顾念念，干什么呢？这几次的事情你办得很好。夫人交代的事情，我一定竭尽全力。之前念念给你的那个信封，夫人放心，我已经处理好了。除了你我之外，没有第三个人知道苏九龄的身份。 바라보면 자꾸 눈물이 나는
厉泽远，我想我们还是不要再见面了。秋玲，我该怎么告诉你，你就是清欢？爸妈，你们怎么？看看你干的好事，你干的好事！假的，我没碰他。孽障！泽远，好好说话吧。顾念念，你最好自己解释清楚。厉哥哥，那天晚上我喝多了，什么都不记得。顾念念，你偷我房卡，假借他人给我下药，还恬不知耻的偷拍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下三滥？泽远，你要是喝醉了不想负责任就算了，你怎么还说出这种话污蔑念念？证据都在这儿，你要是没有玷污念念，怎么会有这种照片？现在照片都流传开了，念念的清白也全被毁了，让他从今以后还怎么做人呢？厉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，你必须对他负责，下周必须订婚。我跟他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我是绝对不会跟他结婚的。厉哥哥，是你拿走我的清白，你不娶我，那我以后怎么办？我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念念，念念，念念，你怎么这么傻？你要是死了，妈妈还怎么活呀？妈，老婆，老婆，妈，你没事吧？妈，厉太太晕血，只要念念有好血包，还怕拿捏不了厉泽远？你这个不忠不孝的东西，你想气死你吗？你也知道，你妈妈只认念念这一个儿媳妇，除了念念，她不会让其他任何人进门的。好，我答应你们，和他订婚。厉总，您要的监控视频，我拿回来。厉总，您真的要把这个视频公布出去？他既然敢做，就要明白纸包不住火的道理。秋玲，你告诉我，到底怎样才能得到你？真的。你要干嘛？为什么？这次明明是我先来的。可我已经喜欢上他了。秋玲，让我抱抱你可以吗？我先去睡觉了。难道我这么多年的陪伴，还是抵不过一个突然出现的厉泽远吗？为什么重来一次，你还是选择了他？兄妹一场，我的订婚宴，您可要来哦。厉泽远和你，别傻了，你难道不知道他喜欢的是苏九龄吗？那又怎么样？这个厉夫人，我是当定的。厉总，老许，恭喜恭喜！现在你们两家可是亲上加亲了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好，你做得很好。妈，戒指呢？看来厉家这次很重视这门婚事。那是自然，我可是厉家认可的儿媳。你别忘了我们的计划，我这边已经准备妥了。你那边呢？妈，你放心，我的东西谁也别想夺走。妈下辈子的荣华富贵就靠你了，我的宝贝女儿。吉时已到，请我们的厉先生和顾小姐登场。哼，那又怎么样？这个厉夫人是当定的。糟了，九龄有危险！
你好，快递。啊，来了。我没买快递啊。清欢，90，太好了！你看他们多般配，好！各位宾客朋友们，今天我们相聚在此，共同见证厉先生和顾小姐的爱情，请看 VCR。陆哥哥，这是你期待的吗？夫人，我已经按您的吩咐做了。厉哥哥，你喜欢吗？照片合成的不错，是你的秘书做的不错才对。哥，后面不会有人吧？哈哈哈哈！清欢，清欢，清欢。清欢，我就让你好好记住，谁才是这个家未来唯一的女主人。徐清欢，我就是徐清欢。他们是青梅竹马，3年前两人一起留学海外。厉哥哥，我喜欢你那么多年，我们在一起经历了那么多，这辈子都别想甩开我。你真以为我没有后手了吗？什么？本来是想给你留点脸的，现在你自己不要。这不是顾念念吗？什么情况啊？这娘们儿长得还怪好看的啊，烧死了怪可惜的。要不死之前咱们快活快活。你没事吧？川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不来你怎么办啊？让你保护好自己，就这么保护的。川哥，小心！快跑！川哥，走啊！这不是顾念念吗？你看。哎，你还别说，顾念念看着挺清纯的，没想到勾引人的时候这么浪。什么情况？怎么会有这种视频？当时是为了以防万一他不承认，所以才……真是个蠢货！妈，怎么办？各位朋友，前2天泽远和我家念念的绯闻，相信大家都已经看到了。虽然不知道今天是谁把这个视频恶意曝光出来，但是泽远确实是和我家念念在一起了。是啊，当时厉哥哥喝醉了，我扶他回房间，没有想到他直接就……哦，是吗？如果我醉成这个地步，我们又是怎么发生关系的呢？厉哥哥，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吗？当时你是被人下了药，所以才和我……是吗？谁敢给我下药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你当时喝多了。那你又是怎么确定我是单纯醉酒，还是被人下药？因为我当时赶到你房间的时候，你喘着气说我想要。你刚刚不是说是你扶我回房间的吗？我喜欢了你20多年，可是你迟迟不肯给我回应，我才叫服务员给你下药，自私的占有了你。李哥哥，对不起，用这种特殊的方式，我只是因为太爱你了。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确定跟我发生关系了吗？是。好。他说谎，厉泽远根本没碰过他，这样都能被退货，厉泽远得有多嫌弃他？这种人啊，就是上赶着同怀色报呢。我不是这样子的，厉哥哥。滚！厉伯松，你的好儿子，今天让我的女儿颜面尽失，你们厉家该给我们一个交代吧？许叔，我倒是要提醒你一句，是你的宝贝女儿，
做出不要脸的事情在先。住口！你这个不忠不孝的东西，我们两家的颜面都被你丢尽了，你赶紧道歉。没有错，为什么道歉？我很清楚我自己的选择，我认定只有苏九龄。泽远，他就是个冒牌货。我说你这孩子，你疯了是不是？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药啊？厉泽远，你给我想清楚，我们厉家不是没有年轻的后生。今天如果你不跟念念结婚，厉家的继承位也不是非你不可。成哥，你一定要小心。你好，姑娘，去哪里？厉氏集团总裁厉泽远当众悔婚，豪门继承人恐要生变。去皇家酒店。厉哥哥，别闹了！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但是为了继承权，我允许他做你的情人。姑娘，这才是你真正的面目。哪有哪个妻子可以让出自己丈夫的？说白了，你爱上的不是我，你爱上的是这个豪门太太的位置。厉哥哥，我真的是为了你。不需要。爸，我希望你能明白，我绝不接受任何人的威胁，包括我的亲生父母也不可以。你混账！如果您非要这么做，如您所愿，厉家的继承权我可以不用，离开厉家，我照样可以。阿远，等我。厉哥哥，你不要走！放手！不放手！你为什么不肯回头看看我？顾念念，何必呢？你就不能给自己留点脸啊？如果没有你，我要这些有什么用？你可以不在乎，但是苏九龄呢？你做了什么？为了你，我当然不会动弹。但是家里面的长辈，为了以防万一，已经把他软禁起来。如果订婚宴有什么差错，我很难保证他会不会有什么差错。顾念念，我告诉你，如果苏九龄出现什么事，我一定让你跟他陪葬。哎，不让进，不让进！让我进去吧！没有请柬，一律不让进。我是厉泽远的朋友，你让我进去！哎，滚！这里不是你这种人该来的地方。川哥，不是要请柬吗？川哥，你还好吗？没事，请进，请进。哎，走吧。不是当年惨死在火灾中的徐家大小姐吗？死而复生了，会不会只是长得像而已啊？我记得她当时和厉泽远就是羡煞旁人的一对，本来都要结婚的，可惜呀。还好你没事。李泽远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这里不欢迎这个冒牌货！泽远，你真的要为了这么一个处心积虑想接近你的女人和我们决裂吗？妈，真正处心积虑的，你到现在还看不清楚。向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女朋友苏。我叫许清欢。你说什么？清欢，你想起来了？苏九龄，为了抢厉哥哥，你还真是不择手段演上了。别以为你披着这副皮就是清欢。顾念念，顾阿姨，你们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刻薄。爸，苏小姐，清欢已经死了，你打算利用我们对她的感情，利用到什么时候啊？爸，这些年您的胃病有没有好一些？你有没有按时吃药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这个骗子，你还想干什么？厉伯伯，我看您要比以往胖一些，是不是又吃了很多甜食？厉伯母最喜欢做甜点了。这是我们的家事，
你一个外人怎么会知道？厉伯母，我真的是清欢，真的是。清欢，真的是你。大小不要被他骗了。苏九龄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伎俩。你为了冒充我姐姐的身份上位，从厉哥哥嘴里套了很多话吧？你还是不相信吗？那你记不记得3年前？3年前，我打算和泽远一起出国念书，你也想跟着去，可是你成绩不够，然后你就在家里一直闹。后来火是一场大火。生，快叫医生！清欢，清欢，清欢！谢清欢，既然你回来，我倒想看看你究竟有几条命。清欢，你怎么样？泽远，爸，你叫我爸？你真的是清欢？你没伤到哪儿吧？之前都怪老爸愚钝呐，没能第一时间认出你。清欢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又变成苏九龄了？3年前那场火灾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头好痛，头痛。好，想不起先别想了，以后日子还长，身体要紧。清欢，你没事就好。怎么办？哎呀，怎么办呀？妈，都已经过去3天了，我们真的不去看看他吗？皇上，他又没完全恢复记忆，万一他恢复记忆了，我们不会要坐牢吧？念念，我不是没有告诉过你先下手为强的道理吧？谢谢爸。这可是你顾阿姨啊亲手做的，她知道你在外面3年受苦了，她心疼啊。怎么不吃啊？突然就没胃口了。我知道你一直不喜欢他，但是顾阿姨也是一片好心呐。再说你生病了，总得吃点东西吧？啊？那我还不是都跟您学的？你呀，姐姐，你这是没胃口呢，还是嫌弃我妈妈做的粥不好喝呢？哎呀，我这2天呢，嘴里确实没什么味道。顾阿姨做的粥里面放了这么多料，不喝的话，确实有点浪费她的心意了。要不，念念，你趁热尝一碗吧。患者下午要做一个复查，没什么问题的话就可以出院了。好，谢谢。听到没？马上我们就可以回家了。来，你看，他的脑内淤血已经完全化开了，再过段时间，我看他很快就可以完全康复了。那以前的事儿，他是不是可以全部记起来？这个不一定，这要看患者自身的恢复能力。如果脑内的淤血完全化开的话，他以后记起的事情会更多一些。建议你出院以后带他到人多熟悉的地方多走走。好，谢谢医生。你是不是欠我个解释？你想听我怎么狡辩？顾之川，我要听你说实话。轻点儿，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打人很痛啊？好了，你想听什么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要编造苏九龄这个身份？我当年找到你的时候，你受了很严重的伤，我就立马带你去了医院。没想到醒来以后，你就失忆了。后来你的病情好些了，可以动了，我就每天带你在徐家门口转悠。直到有一天，我看见他们在为你出殡，明明连尸体都没有找到，他们就这么确定你死了。我当时就心想，原来我们活在这世上就这么不被人惦记。于是我就将错就错，点掉了你的痣，给你换了个身份。自私的
想把你留在身边，奢望你能够爱上我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无论你是什么身份，你爱的人都只有他。你少来啊！你又想骗我。他不会骗你。厉泽远跟你是青梅竹马，我们又何尝不是？我对你的爱一点也不比他少。你对我有没有哪怕是一点点的喜欢？哥哥，你是这世上最好的人。如果先认识你的人是我，我们的结局是不是会不一样？秋欢，你还记得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吗？记得。好看吗？好看。我说的是话。我说的是你。那你还记不记得你曾经说过，我身上有一种安心的味道？记得，因为只有我才能闻得到。秋欢，这么多年，我好想你啊。阿远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你有没有喜欢过苏九龄？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回答你这个问题。其实，一开始我就很笃定你就是秦欢，可我种种试探以后，又开始不确定起来。我很努力的在分清，你到底是苏九龄还是秦欢。我越是陷在记忆里，我就越陷越深。我只知道，无论你是苏九龄，还是许清欢，无论你以什么样子出现在我面前，我都会反复爱上你。我也是。穿越了千个万个世界线里，人海里相依，用尽了逻辑、心机、推理、爱情最难解的谜，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，在等待一句我愿意？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？回家。回家？他们俩待在你身边，我不放心。不回去，怎么引蛇出洞？3年了，我终于回来了。这是之前的杂物间。为什么文夏要来这里？他到底想干什么？他不会是想起什么了吧？谁在那儿？我看见你了，出来吧。你跟踪我？我才没跟踪你，我这是散步路过着。那你为什么要躲？该不会是做贼心虚？3年前的那场火灾和你有关？谁心虚了？我才没有躲你，碰了你我都嫌晦气。嘴还挺硬。贱人，非要惹我是吧？秦欢，姐姐，你为什么要打我？你怎么这么碍眼啊？
我告诉你，这才是打你。他们等，我带你去见个人吧。他还是什么都不肯说。是不是？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，厉总。那你知道背叛我的下场？你跟了我5年，能让你背叛我，确实要下点功夫。厉总，我当时也是一时鬼迷心窍，我才答应他们的。他们？我发誓，厉总，我从未做过伤害你和苏小姐，不，和清欢小姐的事，从未。从未。3年前那场大火，没有找到清欢的尸体，我让你去调查。出殡当日，你告诉我清欢在医院，等我到了医院，人已经走了。没过多久，你连同顾家母女给许家送死亡证明，你拿着假的死亡证明骗过了我们所有人。哦，对了，苏延胜的死也和你有关吧？不，这个不是我，这个真的不是我。看来你什么都知道。也不全然。还有一件事我不知道，既然你要在订婚宴上调包，那之前为什么要给我拿到顾念念的视频？做戏要做全套罢了。3年前，顾夫人得知清欢小姐的尸体没有找到，便担心会东窗事发。这些年，上门冒充清欢小姐的那些人，也都是顾夫人安排的。出殡那天，我的确得到消息，有一个长得很像清欢小姐的人出现在那家医院，但当时他已经出院了。最后一次出现，好像是在许家附近。原来那次我们俩差点就……后来，苏延胜的死，清欢小姐被绑架，视频调包，也如你所知，都是那母女俩的计划。他为什么一回来就出现在那儿？闹够了没有啊？哎呀妈！他好像想起什么了，怎么办？我们会不会要坐牢啊？你冷静，他还没怎么。皇上，他要是想起什么了呀，绝对不会是现在这个样。真的吗？后来，苏延胜的死，清欢小姐被绑架，视频调包，也如你所知，都是那母女俩的计划。妈，这看来是我低估这个日子。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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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清欢回来以后啊，咱们2家还是第一次坐下来一起吃饭。是啊，自从清欢回来啊，泽远这孩子精神都好多了。他们俩呀，是命中注定的缘分，一辈子都分不开的。清欢呀，之前厉伯伯被人骗，没有认出你，说了不少过分的话，你呀就再也不要跟厉伯伯计较了。不会的，厉伯伯。我跟泽远商量过了，厉氏股权的10%将划拨到你的名下。另外呢，公司旗下的服装、日化等产业，以后啊就交给你了。这怎么行呢，厉伯伯？无功不受禄，更何况这是厉氏集团旗下这么大的产业。你是厉氏的媳妇儿，这些啊都是应该的。收着吧，我还担心给你的不够多呢。清欢，收下吧。要不是之前那些事，3年前这些东西就应该是你的了。对了，明天的签约仪式啊，把清欢一起带上，让大家认认未来厉氏集团的老板娘。好，干杯！好，干杯！
哎，厉总，请问您今天带许小姐共同参加公司重要的会议，是暗示着好事将近吗？厉总，您和许小姐近期有什么打算？之前和您订婚的那位顾小姐近况如何？有传闻称，厉氏集团将在下个月举办换届大会，宣布您的继承人身份。现在选择和许小姐公开，是准备双喜临门吗？各位媒体朋友稍安勿躁，等签约仪式结束后，我会留时间给大家提问。秦欢，我们走吧。哎，秦欢，等我，快跑！杀人了！快点的！秦欢，秦欢，顾念念，我记得我警告过你不要动他。你这个可怜虫，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手画脚？如果我把3年前的事情全部说出来，你觉得你还能寄生在许家过几天安稳日子？这你给我放手！我最后再警告你一遍，别动许清欢。给我放手！从检查结果来看，您的脑内淤血已经完全化开了。医生，那您的意思是？医生的意思，秦欢不出半个月就能恢复全部记忆了。我这个老爸对不起他，这孩子在外面几年了，吃了不少苦。你平时啊，多给他做点好吃的，补一补吧。啊。我蜡烛，你说的对，只有许清欢死了，厉泽远才能属于我，许家的家产才能彻底属于我们娘儿呀。就让我亲手送你上路，就让我亲手送你上路。顾阿姨竟然特意来看我，怎么连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要走啊？清欢，你爸爸说担心你，非要让我来看看。我看你在休息，就没敢打扰你。是吗？是啊，既然你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秦欢，你没事吧？没想到这个顾小薇再次起了杀心。哦，对了，我找到了其中一个绑匪的住处，明天我打算去会会他。我跟你一起去。泽远，我全部都想起来了。3年前那场大火，就是他们。老板，拿包烟。哎，你谁呀？别说话，跟我走。你们到底谁呀？嗨，好久不见。好家伙，就是你害老子到手的钱打水漂了。那个小瘪三呢？怎么几天不见又换了一个？哎，大哥，咱有话好好说，咱有话好好说。这个人你认识吗？这个呢？也不认识。对于这种装傻充愣的人，不如直接送橘子。我觉得太便宜他了。我突然想起来，他绑架我的时候还想轻薄我，要不然砍他一只手吧。别！大哥大姐，我真没有撒谎，我真不认识他们。他们都是通过电话联系我的。电话能打通吗？能，我还想问他们要尾款来着呢，他们都不接。该死的顾之川，要不是你，许清欢早就给我死。是阴魂不散。你又发什么疯？
要钱而已。这个混蛋，事情没办成还找我要钱，这钱不能给。念念，这种人就是无底洞，他没有证据，就算去自首也和我们无关。可是这个手机号是苏妍上的，如果他真的去自首了，就会很快查到我们头上了。钱我会给，人也必须给我死！喂，说话。喂，顾念念，你很准时。烈哥哥，烈哥哥，你听我解释。好啊，我倒要听听你要怎么狡辩。顾念念，你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买凶杀人！别否认，订婚宴上可是你亲口拿着清欢的安危威胁过我。从前我只是认为你任性被宠坏了，没想到你这么狠毒，居然绑架清欢，还想杀了他。我没有。自从你和你妈进到我家那天起，我处处忍让，可你们母女俩却变本加厉。3年前的那天晚上，我甚至低声哀求过你，只要你放我走，我保证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回来。你却对我起了杀心。顾念念，到现在你还不明白吗？不属于你的东西，注定是抢不走的。抢！许清欢，我告诉你，许家是我的，厉哥哥是我的。如果不是你回来，厉哥哥早就跟我结婚了。顾念念，你别执迷不悟。就算清欢没有喜，就算没有苏九龄，我也不会娶你。不可能！许清欢，我告诉你，因为你很善良时，我受够了你那些所谓的施舍。我从小到大，只有你是被看见的那个，而我也是许家大小姐。为什么你能得到你想要的？为什么你能得到所有人的爱？为什么？而我呢？我小心伪装，努力讨好，好不容易得到他们的欢心，让他们认可喜欢我。为什么你回来，他们眼里只有你？我恨你，我恨不得你马上就去死！从小到大对你最好的就是清欢。我不信要，他死了，我才是许家唯一的大小姐。我恨他，让他立刻马上给我消失！顾念念，这一次我不会再心慈手软，你就等着坐牢吧。许清欢，为什么你总是阴魂不散？为什么你总是跟着我？为什么？快去抢手机！许清欢，你给我去死吧！顾之春，快去叫医生！傻瓜，别哭。这3年，你别怪我。清欢，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。如果要下辈子，我希望我能先认识你。川哥，川哥，你别吓我，川哥，川哥，你醒醒！顾之春，顾小薇在家吗？我们怀疑您涉嫌多起杀人案件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我没有，你相信我，我怎么可能会杀人呢？你知道我的。这个你怎么解释？我没有不是你给清欢注射的药，我已经派人查过了，摄入人体必死无疑。顾小薇，你有什么话跟警察说去吧。我没有，我不要找我，放开我们！我想自己下去看看。
멀리 그대가 보여요. 난 다시 한 번 더 마음을 다잡죠. 그대가 무슨 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哥哥。 받아들일 수 있다고 말야. 顾之川，这3年谢谢你，以后我会好好守护在他身边的，连同你那份。